爸，我们隐藏在这沈家村20多年了，对小川进行苦难教育，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沈家祖训，磨练意志要从娃娃抓起。我们放弃这奢靡生活，才换来小川艰苦奋斗的好品德。只要小川把婚事定了，我就宣布他是大夏首富沈家唯一继承人的身份。我催过他几次了，希望这小子长点心吧。这里有我对前男友的祝福，你送去婚礼现场当众播放。我靠，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啊！我这么做会不会遭报应啊？可他前女友给了我1000块啊！妈，你骗我参加婚礼，逼我嫁给张凯瑞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张家那可是地经名门，比叶家有权有势，你能嫁给凯瑞，那是你高攀。妈，张凯瑞一个月换了18个女朋友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渣男。反正我不嫁，要嫁你嫁。你是要气死我吗你？有话好好说，怎么动手了？给女儿点考虑时间，走。你来干什么？听来呀，我追求了你3个月，现在你终于要嫁给我了。那你说，我提前行使点丈夫的权利，不过分吧？啊？张凯瑞，你个混蛋！我根本就不喜欢你，我是被妈逼着来的。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敢拒绝我是吧？好啊，那我就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把你给办了，我看还有谁敢要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一下，张凯瑞先生。啊，你的外卖。美女啊！滚蛋！小哥哥，救救我！姐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给我撒开，要不然我弄死你！威胁我？张凯瑞，海王广撒网，鱼塘养满仓，时间管理强，可惜肾不行。充电2小时，待机3秒钟。张凯瑞，海王广撒网，鱼塘养满仓，你给我关了！时间管理强，可惜肾不行。哼，活该！不是，你他妈谁呀你？你一个送外卖的人，你管什么闲事啊你？你说话客气点。他现在是我男朋友。不是。你才刚认识他，他就是你男朋友了？哎呀，好叶听兰，大戏！你他妈贱不贱？你上赶着找男人啊你？他刚刚救了我一见钟情的不行。叶听兰，小哥哥，帮帮我。没错，我现在就是她的男朋友，我是不会让她嫁给你的。好的很。今天我不弄死你们，我他妈不姓张！来人！快跑快跑！叶天兰，你给我站住！凯瑞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叶天兰呢？他和野男人跑了！什么？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追！追！哎，美女，以后找男人啊，擦亮眼睛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哥哥，
我觉得你挺好的，要不然我们……我不是一个随便的男人啊。哎，小哥哥，你帮人帮到底吗？你这样，我给你1万块钱，你扮演我男朋友，明天陪我回家退婚，好不好？这……拜托拜托。小川，你今年要是再不带女朋友回家过中秋，你就别回来了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那作为交换，你能不能先假扮我女朋友陪我回家？一言为定。快走快走，他们要追过来了。走。请注意 ，S 级时间，少爷带女朋友回家了。什么？少爷的女朋友回村了！快，全体进入特困模式！这些包再不拿出来晒晒，都要发霉了。老爷，夫人，少爷带着女朋友回村了。哦，真的！真的！快收拾了！来，收！你们赶紧退下。准备点家常菜，不要太丰盛，记住，千万不能露富。快！沈川，你们村都这么富的吗？那个车……哎，六叔，新买的车啊？刚提的车。小川，你看看这车值不值2万呀？奥迪 A8只值2万。这不是奥迪，是奥运，仿冒老头乐啊。这个呀，那也是老头乐。1万8！哇塞，仿的真像啊！小川，这是你女朋友吧？长得真俊。快回家吧！你爸你妈等着你带女朋友都好多年了啊！行，那六叔、王婶，我们先走了啊！给我站住！张凯瑞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叶听兰，你因为这么一个乡巴佬拒绝我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你让我张家的脸面往哪放？是我妈骗我去的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你。还有，我马上就要跟我男朋友回家去见家长，所以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我张家可是南城名门之首，就算放在帝京，那也是排得上号的。你嫁给我已经算是高攀了，你怎么还能挑三拣四呢？你我都说了，我不喜欢你，听不懂中国话呀。就因为这个乡巴佬是吧？看到我身后带的人没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立马就完蛋。他脑子是不是坏了？你还敢嘲讽我是吧？动手！哎呀，神经！哎，老五、老八，人呢？哎，你不许走啊！你们干嘛？快去厨房藏好了，千万别出来。好。爷爷、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爷爷好，叔叔阿姨好，我是沈川的女朋友，我叫叶听兰。叶小姐呀，你可长得真俊呢。丫头，赶车赶累了吧？快坐下歇歇。你先好好歇歇，阿姨这就去做饭，饭菜马上好啊。哎，阿姨，我去帮忙吧。哎，你第一次来，哪有让你动手的道理？好好歇歇，来，坐这儿。这手感，这纹路，这是极品沉香木做的桌子，这价值800万1公斤呢！这么大一张桌子得值多少钱？这丫头怎么懂得这么多？啥沉香木啊？我爸说这是后山砍的树做的桌子，厨房还有一堆用来烧火呢。对，这就是普通木头。
爷爷，我陪您下棋。这是上等的羊脂白玉做的，这是紫亮墨玉做的。姑娘，你看错了，这是塑料的。对，这就是我爷爷在镇上的2元店买的。你要是喜欢，下次带你去买。老沈，快过来帮忙！哎，你们2个去回屋看会儿电视。来，都是家常菜，叶小姐别嫌弃啊。二老，帝王蟹，这家常菜也太丰盛了。丫头，先喝口汤暖暖胃。谢谢爷爷。这味道，这是米其林3星大厨的拿手菜——琉璃蛋花羹。这火候，这勾芡，这蛋丝的分寸感一模一样。这不就是普通蛋花汤吗？我妈天天做。妈，今天这盐是不是放多了？这是景阳火山富硒米，这米心的香味和矿物质的香气，这是8000块钱1斤的限量款。不好好吃，这米啊，我们家囤了20麻袋，喂鸡都嫌碎。老鼠啃过的那袋啊，还没补呢。我们家地好土肥，种啥啥香。来，姑娘，自家鱼塘的管够。咱家池塘帝王蟹，昨天还拿龙虾肉拌猪饲料呢。我吃的才是猪食吧？来，闺女，这是阿姨给你准备的见面礼，1万1，你别嫌弃啊。1万1，妈，这是咱们家1年的收成吧？谢谢阿姨。丫头，这是小川他奶奶生前佩戴的吊坠，临终前他交代要交给孙媳妇，这个你收着。这个就没必要了吧？这是奶奶的临终遗言，我觉得我得放手。来，吃饭啊！那，听兰这姑娘不错，我跟你爸都不是思想封建的人，好好把握哦。妈，要不我今天晚上跟我爸睡了？哎，小川儿，她不会是你找来的假女友吧？当然不是。去，我可不跟你睡啊！找你媳妇去。沈家虽然穷了点，但真的很温馨。要是能真嫁给沈川，好像也不错。哎，爸，爸，你弄错了！哎，爸啊！你怎么了？想干嘛呀？走。我能不能把那1万1的红包还给我？小气鬼！这是阿姨给我的，我要收藏起来。这张卡里面有10万块钱，只要你肯陪我回家扮演我男朋友，再帮我把婚约退了，这里面的钱你的了。有了这10万块，就能帮家里修缮房子了。
那个吊坠是我奶奶的遗物，也还给我吧。等你完成任务就还给你。好，那个睡觉吧。那小哥哥，你想是哪？我打地铺。晚安。还来了。小川，年轻人要懂得节制，别到时候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配枸杞。来，听兰，吃早饭了，来啦！哎，别吃了，快走吧。我们还有事啊，先走了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哦，拜拜。听兰这姑娘不错，我喜欢。哎呀，就是家里资产少了点，才几个亿，配咱家。咱们家又不缺钱，只要人品，小川喜欢。既然如此，小川也有了女朋友，那明天中秋家宴，我就广邀帝京名流，当场宣布小川是帝京第一豪门沈家继承人的身份。我们也算了了一件大事。坤儿，哎，老爷这儿呢。备车，去公司。好嘞，老爷，这就去啊。王婶儿，打扫卫生。来啦，夫人。要么我改日再来拜访。小哥哥，你可是收了我的钱呢，你就帮帮我嘛。你没事吧？没长眼睛啊！会不会走路？你没事吧？我送你去医院。原来是他。散开！张凯瑞，你发什么疯？叶听兰，他昨天才找人打的我啊！你今天就给带回家了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被人打是你活该，我带我男朋友回家还要给你报备吗？行，我就当是被狗咬了。只要你现在承认他是你请过来的演员，我就既往不咎，我再给你一次嫁入我郑家的机会。我不稀罕。沈川才是我的男朋友，昨天我们一整晚都待在一起，解锁了各种姿势，要不要这些也告诉你啊？你这个贱人！打女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这个乡巴佬，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只知道她是我女朋友。你要是再敢这么吆五喝六，我就揍你。听兰，阿姨是不会同意你嫁给这个乡巴佬的。小川，我们走。你如果敢跟过来的话，我就放火咬你。我这……什么？空手去的？哎呀，这孩子太不懂礼数了。沈坤，备上厚礼去叶家，你亲自去。沈总，我已经去沈氏集团前台求见沈董9999次了。这次你可一定要帮帮我，只要我拿下这个项目，我们程家就能一跃成为南城区名门之首啊！来，您看，少爷婚事刚定，明日老爷要在沈家村举办中秋宴，
你带着诚意去，应该没问题。哎呀，谢谢沈总。冒昧问一下，咱小少爷的大名？如果有幸见到小少爷，我也巴结巴结。你小子，少爷叫沈……喂，夫人。什么？好的，夫人，我立刻安排，牌面必须满的。这沈总出了什么事儿？少爷今日上门提亲，你就在这儿等我吧。啊！哎呀，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千金有幸加入第一豪门沈家，让人羡慕呀。哎。喂，爸，叶天蓝把那个野男人带回家了。他不光打我，他还让我滚蛋。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他啊！儿子，我们张家马上就和大夏首富沈家签订1000亿的合同啊！届时他叶听兰根本就配不上你，什么样的好女人找不到啊！啊！我马上通知叶家取消婚约。不行，我就要他。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我得不到的女人。那行，那你去叶家等着，我忙完就过去给你撑腰。叶听兰，我必须要得到你。都怪你，把女儿都惯坏了，好不容易骗她去结婚，现在好了，跟着别的男人跑了。昨天我去参加婚宴的时候，听宾客们说了，是张凯瑞劈腿在先，女儿逃婚那是情有可原。你懂什么？凯瑞那么优秀，有几个前女友，怎么了？张家那可是名门世家。凯瑞要长相有长相，要实力有实力，还是海归，又是名门世家。听兰嫁给他那是高攀。爸妈，我回来啦。死丫头，你怎么敢逃婚呢？张家我们可得罪不起。妈，我不喜欢张凯瑞，沈川才是我男朋友。我昨天已经回家跟他见过家长了。我今天回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我只嫁给沈川。你想气死我吗？你看看他穿的这一身穷三样，他什么家世？他什么背景？他比得上张家吗？他妈，你是要嫁女儿还是要卖女儿？你给我闭嘴！阿姨，我来了。哎呀，凯瑞啊，阿姨呀，可等你好久了。阿姨，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。不贵，也就100多万。这才是我亲手挑选的好女婿。哎呀，比某个空手来的人强多了。闲杂人等啊，就自己走吧。就是。凯瑞，我们进屋。好嘞，阿姨。爸，你也不管管吗？你妈呢？和凯瑞他妈相识20多年，知根知底。她也是想给你找个好婆家。沈川是吧？既然进来了，去屋里坐坐。我呢，刚买到一盒好茶叶，是花钱都买不到的极品。坐下喝茶。哼，以沈先生的出身，怕是不懂品茶吧？我劝你还是别在这装腔作势，免得丢人现眼。看沈先生的样子，应该是不懂茶具吧？谢谢叔叔。要不我给你讲解一下，免得你手忙脚乱。应该是武夷山的母树大红袍吧？据说现在仅存的母树就只剩6棵了，就这么一小杯，可就得要500万啊！怎么样？老公，你也太看得起他了。凯瑞可是从3岁就开始跟着张老爷子学习品茶，他呀一看就像没喝过什么茶。确实不怎么样。你说什么？你个土包子，这可是极品的茶叶，有钱的都买不到。你要是不懂，就别浪费。叔叔，这茶在我们村子很常见，我们家天天喝。可是您这茶好像放的年头有些久了，确实没有我家的好喝。要是能放上几片苹果，应该能改善一下。
我说你个乡巴佬，你在这装什么呢？你不过就是沈家村的一个农民，还你们村很常见，你们家经常喝。你们家要真有这种茶叶的话，我就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我没撒谎，我能证明，他在家里喝的都是这种茶，而且他们家桌子都是极品沉香木做的，吃的都是什么帝王蟹啊、奥龙啊，随便吃。叶听兰，你该不会被这个乡巴佬给骗傻了吧？什么？什么村的？什么乡巴佬？叶听兰，你带回来这男人到底什么身份？阿姨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他不过就是沈家村的一个农民，他的工作就是一个送外卖的。就他这种身份还敢抢婚，笑话！什么？农村人怎么了？送外卖又怎么了？小川现在没钱，不代表以后也没钱。叶听兰，你给我闭嘴！够了！年轻人嘛，有潜力和闯劲当然是好的。小川，我看好你。你也给我闭嘴！小川，我看你的眼界和能力，看着不像农村人啊。你跟叔叔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叔叔，我真的是沈家村的，我爸妈都是农民。沈家村？听兰，你的玉坠哪来的？让爸爸看看。这个玉佩是小川爷爷送给我的见面礼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枚玉坠在5年前的拍卖会上是被天坤集团沈总点天灯拍走的，价值起码10个亿。10个亿？爸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绝对是5年前沈总拍下的吊坠。这不可能啊！他一个土包子，怎么可能送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？小川，这个吊坠真的是你奶奶的遗物吗？是啊，我奶奶生前戴了好几年呢。哦，那这个就是假的呗？真的在人家沈总手里，当年沈总拍下来以后，就送给了大夏首富沈家的老夫人，又怎么可能会在你这个土包子奶奶的手中？张凯瑞，你别狗眼看人低！我说的有错吗？难不成他姓沈，就能冒充沈家的大少爷了？难道我真的看错了？这也太真了，看着。哎呀，行了，一个假货有什么好看的？叔叔，它可能确实只值几十块钱，但它是我奶奶生前佩戴过的，它是我爷爷送给他孙媳妇的礼物，不管它价值多少，它对我来说都是最珍贵的。巧舌如簧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怎么，一个垃圾，你还拿它当宝贝啊？小川，对不起。混蛋！这是我奶奶的遗物！你个乡巴佬，你他妈敢打我！我不仅要打你，我要打死你！废物！你竟敢打我女婿！妈，你就算喜欢张凯瑞，你也不能是非不分啊！是他先摔了小川奶奶的遗物。死丫头，给我闭嘴！一个破烂，砸了就砸了，塑料吊坠还真当传家宝不成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不稀罕。妈，乡巴佬，现在你说个数，我立马赔给你，但是你必须跪下来给凯瑞磕头道歉。对，你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要不然我就弄死你！啊？啊？这是天坤集团的沈董。沈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叶先生，我家少爷上门提亲，忘了带聘礼，我遵老夫人的命令，特送来厚礼。少爷，哦，
沈总，是我父亲让您来的，您怎么还亲自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沈总啊，海瑞就是我们家的女婿啊！您难道不是来给他送聘礼的吗？我给他送聘礼，他也配？小川，都怪我。少爷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少爷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少爷，坤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川，你认识沈总？坤叔经常来我家找我爸下棋。沈总可是天坤集团总裁，他喊沈川少爷，难道沈川真是什么豪门少爷，隐藏身份体验生活？完了完了，沈川要真是什么大人物，那我不倒霉了。少爷，我不是看你出门早，没带聘礼吗？老夫人特地交代我，让我给你带过来。沈总，你怎么喊小川少爷呀？是啊，坤叔，你为什么喊我少爷啊？糟了，一时喊顺嘴了。夫人只让我来送的，没让我公布少爷身份。小川，我这不是权宜之计吗？我就是害怕他们有人欺负你。原来坤叔是来帮我撑场子的。那个沈总，您可是天坤集团董事长，您和沈川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放肆！少爷的名字也是你配叫的吗？我张凯瑞，你们张家现在很嚣张啊！连我家少爷你都敢欺负了？老爸说沈坤和首富沈家关系匪浅，难道沈川是？那个沈川，不，沈少，我错了。沈少，我错了。你确实错得离谱。那个沈总，我也不知道咱们沈少来头这么大呀。沈少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饶了我一次啊！少爷，他这样的认错方式，您满意吗？坤叔阵仗搞这么大，这要是露馅，不好收场啊。既然你这么诚恳的道歉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原谅你一次。起来吧。小川，原来你和沈总还有这层关系啊！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也才知道，没想到沈坤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天坤集团总裁。平时看他在村里闲逛，我还以为他是无业游民呢。小川，你到底是谁家的少爷？我不是，其实我家少爷的名分，也是你们配揣测的吗？少爷，这是谁弄坏的？坤叔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奶奶的遗物。不怪你，是他，是张凯瑞摔碎的。沈总，我真不是故意的呀！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有意的了。的确是我弄坏的，可是他拿的那个是假的呀，真的不是被您给拍走了吗？我还记得当年您在拍卖会上点天灯那个威风呢。没错，当年是我拍下的。所以我看他拿一个赝品出来，我才一时心急，不小心我才……不小心？你个蠢货！这当年就是我拍下来送给夫人的。那这么说起来，那个吊坠真的是价值10个亿。我就说，我不可能看错呀！沈总，我真不知道呀。那现在你知道了，说吧，怎么办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给您道歉，对不起。
光道歉怎么能行呢？啊，你刚才砸坏东西的时候不是很威风吗？这砸坏了东西就得赔。少爷，你说个数。我懂，坤叔为了给我镇场子，故意说这是真品。坤叔这是撒了个弥天大谎啊！既然这吊坠不是真的，那我要个2000块，应该不过分。要么就2000万，我赔，我立马就赔。哎，少爷的意思是2亿。2亿？少爷还是太善良了，10个亿的东西才要2亿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2000。啊，少爷的意思是2000亿。2000亿！这就是把我张家卖了也赔不起啊！这就是把我张家卖了也赔不起啊！哎，小川，这忽然翻了200倍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少爷，坤叔，我说的是2000块，不是2000亿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少爷的意思是说，张凯瑞只要抱头蛙跳，说我错了，少爷就能少一点儿。我错了，沈少爷，这个2000亿实在太多了，要不少点儿啊？好，那就10个亿，1分不能少。10亿，沈总，这10个亿，要不就稍微再少点儿？不行，我就给你半个小时时间，你赶紧去筹钱。10个亿少1分，我就找你老子要，还不快滚！我现在就去筹钱，现在就去。哦，对了，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，都进来吧。叶小姐，这些都是我们少爷给你的聘礼。坤叔，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啊？你送聘礼当然是从你家搬的喽。这些东西都是我爸淘来的，全部都是赝品啊！那金条我记得是我爸9块9包邮买的装饰品，那幅字帖不会是沈六叔临摹的吧？少爷，你别问得这么清楚了，再问下去，我怕我忍不住说出你是首富沈家继承人了。这可是前年拍出6个亿的清乾隆彩绘镂空瓶。顾大师的提壁壶。哎呦，武夷山木树大红袍。这，哎呀，沙特蓝宝石套链。哎呀，哦，这个更好，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就这些宝贝，得多少钱呢？这些啊，都加起来最起码几10亿呀！几10亿！那这加起来，比叶家所有资产还要多呀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完了，这些东西顶多只有几千块而已啊！万一被发现了，我怎么收场啊？沈总，这些都是沈家给我女儿的聘礼。这些啊，只是我们少爷给你准备的一部分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正在来的路上。坤叔，那这些……喂，阿坤，送完就赶紧回来，别暴露了小川的身份。好的，我这就回来。少爷，我还有事，
我就先走了。坤叔，聘礼都送完了，要么你带我一起走吧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这结婚细节还得在这儿讨论呢啊！终于能走了，再待下去我指不定要露馅儿。坤叔走了，我也得想办法溜。要是这些东西被发现是假的，我就惨了。小川，小川，快来！小川，坐。吃水果。小川，你跟阿姨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不是那个首富沈家的万亿少爷？万亿？我每个月都赚不到1万块，我怎么可能有万亿身家啊？难道你真是个送外卖的？是啊。那你和那沈总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坤叔经常来我们村，跟我爸是朋友。那这些礼物呢？这些礼物是……完了，我总不能直接告诉他们，这些就值几千块吧？妈，你别逼小川了，他都已经很紧张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沈川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不是沈家的豪门少爷？阿姨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家都是种地的，我爸妈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，我也是第一天知道坤叔竟然是总裁。哎呦，那个吊坠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我奶奶说那吊坠也就值2000块钱。张凯瑞不会真的要赔我10个亿吧？你说什么？2000块钱的东西，你让我赔10个亿，还让我下跪学蛙跳？你一个乡巴佬还敢装豪门少爷，你找死！吊坠本来就是你摔坏的，是个男人你就得说话算数，你得赔。2000块钱的东西，你让我赔10个亿，你给我当冤种是不是？你摔我奶奶的吊坠，你还有理了？5倍赔你，够了吗？要不是要给我爷爷一个交代，我才不稀罕拿你的钱。哼！现在钱我已经赔给你了，那你刚才让我下跪道歉这事儿，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？我也没说我是豪门少爷，是你们自己误会了。庄富果然不靠谱啊！你这个死骗子，你全家都是骗子！你一个乡巴佬还敢学骗人，你简直就是道德败坏，社会败类！张凯瑞，你别上升到父母！我就要上升了，怎么了？打我啊！小川，小姐。一个乡巴佬，你招摇撞骗，竟骗到我家里来了！老公，你快点叫人把他撵出去啊！妈，你干嘛？哎呀，事情还没弄清楚呢。还没弄清楚啊？摆在这里了，他现在就是冲着那沈总的威风，在这骗我们呢！你还真以为他是什么隐藏的豪门少爷呀？阿姨，你真打算把听兰嫁给这个送外卖的乡巴佬啊？怎么可能？他这骗子怎么可能配得上我女儿？凯瑞，你知道的，阿姨一直都是向着你的。只不过现在那沈总被牵扯了进来，怕牵扯到我们叶家呀。阿姨呀，沈坤他算个屁哦！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张家马上就和大夏首富沈家签订1000亿合同，到时候我张氏就是1000亿集团，我张家便会一跃成为地京名门。首富沈家1000亿合同，凯瑞，你说的这可是真的呀？那是当然。我听说沈家盘踞地京多年，根基深厚，
其产业如星斗，遍布九州，全世界享誉盛名。没错，我爸呢已经去洽谈具体的合作细则了，等到明天便可以正式签约。千亿合同！天哪，这么多钱啊！我真的想都不敢想啊！我爸说了，只要你们叶家和我张家结为亲家，就送你们100亿合同。我们两家呀，一荣俱荣。老公，100亿合同呢？有了这100亿合同，你们叶家便可以跻身豪门之列。有我张家为你们叶家保驾护航，你们叶家的崛起，那也就是早晚的事儿啊。凯瑞呀，阿姨就说呀，没有看错你。阿姨啊，你现在就给我句真话，你到底是打算让听兰嫁入帝京豪门，还是说要嫁给这个送外卖的乡巴佬啊？哎呀，这个乡巴佬怎么可能配得上我女儿？凯瑞，你放心，阿姨答应你的事绝对不会变。我不同意。叶听兰，你给我闭嘴！难道你真想嫁给这个乡巴佬啊？你是我生的，你就得听我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必须嫁给凯瑞。妈，咱们家已经收了沈家的聘礼，总不能出尔反尔吧？连他都是假的，这堆破烂都是假的。没错，阿姨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这些东西全是假的，赝品。凯瑞，你话不能乱说的。小川身份虽然是假的，但这些东西是沈总亲自保驾护航送回来的，你看这质感，不可能是假的呀。沈总他不过就是过来送货的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好好想想，他一个乡巴佬的家里，怎么会掏出这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啊？这肯定是假的，说不定啊，就是拼夕夕上买的9块9用来装逼的道具。没错，凯瑞出身名门，什么宝贝没见过？他说的绝对是真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假货。完了，这么快就暴露了，早知道刚刚就跟坤叔一起溜了。可这不像假的呀！哎呦，叔叔，现在这个造假的技术都已经登峰造极了，就很多鉴宝专家那也有看打眼的时候啊。张凯瑞，别在这误导我妈。小川是没钱，但沈总有钱。小川家和沈总关系那么好，沈总送几10件东西也合理。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他俩就是同村的，人家沈总没事回去修身养性生活几天，就这么浅薄的关系，怎么会舍得送他这么多东西啊？再说了，刚才沈川不也说了吗？他那个吊坠就值2000块钱。哦，难怪那沈总跑那么快啊，原来是装不下去了呀。妈，我就说2元店的东西不靠谱吧？心虚了，心虚了。沈川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以为就凭这一堆破烂的假货就能娶我女儿？你那是白日做梦。沈川呐，你千不该万不该撒谎，比金钱更好的是人品。你这样，我们怎么能放心让听兰嫁给你呢？叔叔，阿姨，对不起。我们奉沈总指示，特送来礼物，请问沈先生是哪位？是我。沈先生您好，我是帝京藏品俱乐部张震，这是沈总为您定制的礼物，请您签收。这又是什么？帝京藏品俱乐部里藏有许多古董，能劳烦他们亲自送来的，必定价值不菲啊。沈先生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哎呀，难道这就是沈总说的大礼？虚张声势，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？雕工流畅，这么上乘的羊脂白玉观音真的不好找啊。小川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原来就是这个，老爸真是下了血本了。
老公，就这么上乘的羊脂白玉做成玉观音，价值不菲吧？就这玩意儿，还羊脂白玉呢？他一个乡巴佬，知道羊脂白玉多少钱一克吗？我看，这不就是块乳化玻璃吗？哎，你轻点，别摔了！一块玻璃给你吓成这样，阿姨看见没？这就是农村人的眼界。张凯瑞，这是帝都藏品俱乐部送过来的，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？什么帝京藏品俱乐部？听都没听说过。我看刚才那3个人啊，就是你请过来的演员。张凯瑞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。做戏做全套，你肯定不能承认喽。你怎么？难道你敢对天发誓，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？小川，你说实话，这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？小川，这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？叔叔阿姨，这些东西确实是我们家的，虽然它们不是很贵重，但是对我家来说已经是能拿出来最好的了。切，一个乡下人能拿出来的最好的能值几个钱呢？你不会以后真打算带着听兰回家种地吧？这东西是真是假还不知道，别着急下定论。老公，你看看，他都不敢回应了，足以说明问题。说不定那几个人就是他请过来的演员。妈，不管这些东西是不是假货，不管我是不是要去种地，我都愿意。这辈子我要嫁的人只有沈川。他不会来真的吧？她是千金大小姐，就算真看上我也养不起啊。叶听兰，放着好好的富太太你不当，你非要跑到农村去当村妇，这小子给你下了什么蛊啊？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张凯瑞啊，他就算腰缠万贯，我也不喜欢他。这辈子我只想嫁给沈川。叶听兰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怎么？难道你打算倒贴嫁给他？用不着你操心。你，昨天我已经收下了沈川妈妈给我的见面礼。一个农村人给你的见面礼能有多少钱？哟，这好像是国际黑卡，只有存款上万亿的人才有资格支配。万亿？老公，你没看错吧？我肯定没看错，在报纸上看到过，绝对不错。我不信。阿姨，你们家有没有刷卡机？咱得拿出来验证一下。哎，好好好，来验证验证。来，快验证，快验证。卡内余额1万亿。什么？卡内余额1万亿。什么？1万亿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该卡已被锁定，请稍后再试。看见没？锁了。凯瑞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就说明这张卡呀，它就是假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叔叔阿姨，我之前听别人说过，这黑市上啊，有人专门贩卖这种装逼的黑卡，只要刷过一次之后，它就会立马被锁定。所以说呀，这张卡它就是假的。小川，你说实话，这卡里它到底有多少钱？阿姨，我妈妈说这卡里面有11000块钱，代表万里挑一，是我妈妈给她儿媳妇的见面礼。11000充当1万亿，大家可都听见了啊！他自己承认了。啊！你凭什么刷我的卡？叶听兰，我给你100亿，你不要，你非要这张破卡！我告诉你，你要真把我惹急了，我就让你们叶家从地京消失！别，凯瑞啊，别生气，消气啊！阿姨一定让听兰嫁给你。爸，你说话呀！我不想嫁给张凯瑞。听兰，咱们家的公司经营困难，爸爸妈妈也不能照顾你一辈子。你从小就是富人养大的，你要是嫁到农村，肯定不习惯。听兰，听了你妈的，嫁给张凯瑞。听兰，嫁给我已经算是你这辈子最好的归宿了。我不嫁，不管这张卡里到底有没有钱。这些礼物都是沈总亲自送过来的，他不可能一文不值。这些也是沈川的父母已经尽到了最大的诚意，咱们不能出尔反尔。这些东西又不是我们让他送来的。
再说这些假货，你赶紧让他抬走。我们家呀，不稀罕。妈，你要为了张凯瑞得罪沈总吗？等我张家拿下了1000亿合同，他沈坤算个屁！他不过就是这个穷小子的父母过来帮他送个货就走了，你还真给他当成宝了。糟了，拍卖成书忘给少爷了，叶家人不会把那些东西当成赝品了吧？掉头！要不是沈总的加持，就这堆破烂，扔到那街上都没人捡。阿姨，这些东西它不是破烂，这些是我爸从古玩市场淘来的。这个花瓶也好几十呢，还有那个玉观音，足足6600呢。6600，一个玉观音6600，这么上乘的玉观音，6600，根本买不到。我给你66000，我现在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砸了，我看你拿什么当聘礼！张凯瑞，你太过分了！这才哪儿到哪儿？还有这个呢，这个看着也不错啊。哦，张凯瑞，砸得好，砸得好啊！我们家呀就不需要这些破烂玩意儿。哦，差点忘了，还有这幅赝品。混蛋！你凭什么砸我们家的东西？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呦，天哪，这都破了相了！你个乡巴佬，你他妈敢打我！我今天不弄死你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老子被人打了，快叫人过来，快！你还敢叫人？小川，冷静点。张家财大气粗，你斗不过他，别给你的爸爸妈妈添麻烦。你给我等着，等我的人来了，我弄死你！等等，子刚，这是玉雕界最负盛名的传奇大师陆大师的作品。这件玉观音，我记得曾拍出66亿的高价。什么？66亿？这不可能！叔叔，你肯定是看走眼了，这东西就是个假的，这怎么可能这么贵？对呀，老公，他就是个乡巴佬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？不可能呀，这印记绝对造不了假。哎，你们看，就是这尊观音，还真的是这尊观音呢！66亿，就这么砸了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自己都说了，这东西就几千块钱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呀？难道我真看错了？小川，打电话问问你的家人，有没有大师证？大师证？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大师证啊，古玩市场也不送这个呀。古玩市场？那这也仿制的太像了，纹路雕刻，这玉质怎么看也不像假的呀。哎呀，6600，他都已经说了6600，你研究什么呢？啊，张凯瑞，你还找揍是不是？
张凯瑞，你还少揍是不是？沈川，你再敢打我女婿，我肯定饶不了你。小川，你确定这些东西都是赝品？叶如石，你本来就不是专业的，看走了也很正常。让他赶紧给凯瑞跪下来磕头道歉，然后让他赶紧滚蛋。我现在多看他一眼，我都嫌烦。叔叔，我都已经说了，这些都是假的，假的！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？张凯生，你给我闭嘴！这是我家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？我刚刚被他给打了，我被他给打了，是你活该！你真的想好了？你确定你要嫁给他？没错，我缠他一辈子。叶听了，你要明白，你和这个乡巴佬结了婚，你的子孙后代就全都是乡巴佬，一辈子都在泥地里打滚，永远也别想翻身了。那是我的选择，用不着你来多管闲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好得很。张哥，我们来了。张哥，是谁打的你？你吱个声，我打断他的腿。叶新兰，你给我撒开！他今天打了我2次，我不弄死他，我就不姓张。你要是想动他，先过我这关。我是男人，该我保护你。你俩还在这深情上了是吧？撒开，给我撒开！好，想一起死是吧？我成全你们，给我往死里打！住手！住手！我去！带走！妈的！少爷，你没受伤吧？沈总，不是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张凯瑞呀，张凯瑞，我已经给过你们张家退路了，结果你反手就把退路走死了，啊？你说说你让我怎么对你宽容以待？沈总，我敬你是长辈，所以我才对你一再的忍让。可你怎么又打我？你欺负我们家少爷，我不打你，我打谁啊？我打他？他算哪门子少爷啊？他送的这些东西可全都是赝品啊！沈总，你看看我才是豪门的少爷，要不然你帮帮我，咱们强强联手，做大做强，你何必非得巴结这个乡巴佬呢？你说你是38度的嘴，怎么说出这么残忍的话？我看你这单纯的样子，都不忍心打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个佳士得成交价66个亿，跟我攀关系，你也配啊？沈总，这真是陆大师的作品，真值66个亿？现在可不止。哎呦，真的？清乾隆粉彩镂空瓶，价值6个亿。真的？湖界泰斗顾景舟大师亲制提壁壶，价值3000万孤品。那还有这，就是王羲之大师的真迹了。价值66亿的白玉观音都是真的，你觉得这东西能是假的吗？这不就是沈六叔临摹的字帖吗？我就说这是真品，你们偏不信。这下好了，损坏了这么多古董，这价值上百亿呀！上百亿啊！小川，你们家怎么会这么多贵重的东西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不信，我绝对不信。他就是个乡巴佬，怎么可能会送得起价值100亿的聘礼啊？凯瑞啊，有没有可能是沈总送的呀？这不可能，非亲非故的，他舍得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吗？再说了，沈川他自己说了嘛，那什么瓶啊，几十块钱，还有那个观音6600。哎，沈总啊，那请问这些东西，有没有证书啊？少爷，你喊一声。喊什么？喊送证书呀！把证书拿上来，拿上来！
真的，这是真的呀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说你张凯瑞，你这自我安慰的能力，你不去当心理咨询师，你真是可惜了。你和沈川到底什么关系？当然是，我是沈少爷的贴身小仆人喽。你少废话了，100个亿就是你张家现在所有的流动资金，不赔就给我死在这儿，选一个，赔钱还是赔命？行，我赔。我张家马上就要和大夏首富沈家签订1000亿合同，区100亿，老子赔得起。你确定这1000亿合同还能签吗？你威胁我，你不过就是沈家的一条狗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替沈家做主了？找死你！我赔，我马上就赔，还不赶快去筹钱？我去。阿姨，答应我和听兰的婚事，别忘了啊。他要是真能拿下1000亿项，我就把听兰嫁过去；要是拿不下，沈川也能获得100亿赔偿。听兰嫁给谁，我都不吃亏。喂，沈总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签约取消。张胜杰呀，你养了个好儿子呀你！少爷，这样的处理方式你满意吗？什么情况？爸，我让人给揍了。把话说清楚。爸，那天沈坤他针对我，你一定得帮我报仇啊！不是，爸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逆子！怪不得沈坤打电话要取消签约，原来都是因为你呀！那现在该怎么办？直接去沈家，走。你好，我是张氏集团总裁张胜杰，特来拜访沈总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董事长很忙，没有预约谁也不能进。请你们离开。等着。夫人不想见你们，请你们离开。静一下，离开。咋整啊，爸？项目不会真的作废吧？不知道呀。好啊，到时候一块协商。大夏4大家族董事长，王总，我是南城张家家主张胜杰。家父年轻的时候啊，在王家做过小工。什么事儿？我想求见首富大人，希望王总可以引荐一下。你也是为了西郊的项目而来？明日沈首富要在沈家村举办中秋宴，这可是你唯一的机会。走。沈家村？哎呀，可惜了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这些藏品。你可别让我赔啊，我可赔不起。这些本来就是你家的呀。这些本来就是我送给你家的礼物，摔坏了就摔坏了，人没事就行。老公，你看这个沈总怎么对沈川这么好，这100亿的藏品摔破了都不心疼。坤叔，那字帖不是6书临摹的吗？怎么会是真迹？还有那个瓷瓶。喂，什么？这么严重？好，我马上就过来啊。我这还有急事要处理，我先走一步。明天中秋晚宴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啊。沈总，慢走啊。回见。小川，你实话跟阿姨说，你家里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你不会真的是什么家族的富少，隐藏身份去找那不拜金的女友吧？不会吧？妈，你神口普查呢，问那么多。这个死样子！你非逼着他嫁给张凯瑞，他能不和你急吗？我那是为了他好，不也是为了你们叶家吗？沈家村，老公，明天我们也去，我倒要看看沈川家到底有多穷。叶小姐，我这算是完成了任务了吗？张凯瑞还没死心呢。小哥哥，这次要不咱们就假戏真做，我这次中秋陪你回家过节。我们只是契约关系，等我帮你赶走了张凯瑞，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。你就这么着急跟我撇清关系吗？我家是农村的，配不上你。
反正我不管。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就1哭2闹3上吊，我去跟你爷爷告状，我说你不要我们娘儿俩了。我什么时候？反正我不管，我就赖定你了。那好吧，等中秋宴结束之后再定吧。我得回家跟我父母商量一下。那就这么定了。现在我们就去商场买礼物。这次中秋节就以你女朋友的身份陪你回家过节。周元，再定。这些我全要了，就当中秋礼送给集团女员工了。那男员工就送手表，把柜台里所有的手表全部打包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沈总，请问我能去沈氏集团上班吗？爸妈，执行 A 计划，撤，启动 A 计划。好，走走走。没事吧？哎，小伙子，你知道哪能领鸡蛋吗？谢谢。谢谢小伙子，谢谢你们，小伙子，你们人真好。这个商场什么时候开始送鸡蛋了？小川，我觉得咱们被做局了。就拿今天的事来说，沈总跟你不过就是同村，他再生也不过就是远房亲戚而已，怎么可能损失了几百亿都不跟你计较？这不奇怪吗？确实很奇怪。难道我爸妈对坤叔有救命之恩？差点暴露了。是啊，快了，等明天中秋宴之后，就不用隐藏了。对。凯瑞呀，阿姨，我们现在去沈家村拜访首富大人，下午就能签约。你记得帮天兰准备好嫁妆啊！签约后，我一定上门提亲。好。哎呀，那咱们去看看。走吧。沈川，这车哪儿来的？哦，王婶家儿子借给我的，没有租金。哎呀，我说呢，怎么一股穷酸味儿？原来是香。哎呀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妈，你要再这样说话，我就生气了。怎么堵车了？沈川，咱们村怎么全都是豪车？这么富有吗？这不跟沈良叔开的老头乐一模一样吗？哎，你们看呐，他们手里拿了那个礼物，价值100万呢都。中秋宴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了，你们一个个来这么早干嘛呀？坤哥，我们听说沈董要在今天公布少爷身份，特提前来给少爷送礼。行了，赶紧把这些礼物都搬回去啊！等通知，车赶紧开走。少爷马上要带女朋友回来，别把路挡了。赶紧去。是，我们等你通知。他们怎么都往我家方向走啊？哎呀！怎么了？老公，我踩到鸡屎了。擦一下。死了，就说不来。没事，媳妇，走。小川，他是谁呀？你看他脖子上那个项链，可是限量版，价值100万呢。王婶，你这项链不错啊。这项链村口2元店买的。啊，2元店买的。2元店，品质这么好的吗？假的。王婶，我们先走了。挨自己事件，少爷回村了，全体藏富。王婶，他们都谁啊？去谁家的？问路的啊！这么多问路的吗？哎，小川，
我可听说这沈首富就住在你们沈家村，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来给这个沈首富送礼的？我们村都是种地的，都穷，没听说过有啥首富。哎呀，也对，你们家那么穷，估计跟沈首富呀攀不上什么关系。沈家村上千号人呢，小川不认识也正常。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非洲的钻石矿一座，海岛一座，游艇一艘，以及世界各地的城堡别墅，这些聘礼足够了吧？叶家底子薄，这些聘礼直接过户给听兰，让她嫁过来，也有些底气。阿坤打来电话通知，小川带着听兰他们一家到村里了，是时候该宣布他的身份了。真的？26年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爷爷，我爸妈应该带我爷爷去镇上看病了。小川，你看，你们家这么穷，还有生病的老人要养，负担这么重，我们家听兰嫁过来，那不是要跟着你受罪呀？妈，你少说2句吧。哎，你呀！这就是汉代青石猪槽盆。这是什么古董吗？小川，这从哪来的？这就是我们家以前养猪的时候用的猪食槽，后来猪卖掉了，就放在这儿了。哎呦，这真是暴殄天物啊！这汉代青铜文物价值上百万呐！哎呀，我看你呀是魔怔了，看啥都像文物。哎呀，不就是个猪食盆吗？不可能，我不会看错的。哎，我拍几张照片啊，发给专家看看。哎呀，走了一上午的路，我吃的饭都消化了。等你表现的时候了。阿姨，你们先坐着歇会儿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会不会厨房也有宝贝啊？哎，小川，我帮你啊！叔叔，那是料酒。这可是上世纪50年代的茅台啊，单瓶价格500万，你们家竟然拿它当料酒？那就是我爸收破烂收回来的瓶子，这里面装的是料酒。你看，那边还有一吨呢。哎，这毫无腥味感的醇厚酱香，不，这一定是茅台。这是定窑白瓷刻花碗，前年佳士得拍卖300万，还是美金。$。叔叔，我妈说这个碗就3块钱一个，镇子上批发的。这是金丝楠木啊？不是吧？老公，一惊一乍的干嘛呢？上乘的金丝楠木，错不了。叔叔，这就是后山砍的普通木材，不值钱。这竟然真的是金丝楠木！小川，你们竟拿它烧柴火呀？这木材，我爸说后山多的是啊，不值钱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看这光泽纹理，就是金丝楠木，错不了。爸，那张桌子，它是不是顶级沉香木的？哎，这桌子还真是沉香木的，至少价值几个亿啊！什么？
几个亿？你看这棋盘，玉石雕刻，还有这棋子，上乘的羊脂白玉。我说吧，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宝贝。小川，你家到底是什么家庭啊？这怎么到处都是奇珍异宝啊？叔叔，您会不会看错了？你们爷俩一大一小串通好，忽悠我呢。小川你什么家庭我清清楚楚，哼，他们家绝不可能有这样的宝贝。妈，爸爸什么时候骗你了？哎，我给你找个专家来啊，周晨，国宝研究院的，他一定不会看错。周晨，你现在到哪儿了？啊，我到了。你给我发的照片呀，我全都看过了，确实全都是真品呀。周院长，你可得帮我长长眼啊！这是羊脂白玉和墨玉籽料，真的？上等金丝楠木，钻鼻良玉，这是顶级的奇楠沉香啊！按克买，每克高达5万元，这么大一个桌子，至少10几亿。10几亿？不会吧，周院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经我手的宝贝，没有上万也有几千件，没有打眼的时候。可是你看，这破破烂烂的小院，上哪儿弄这么多奇珍异宝啊？这是来自意大利的卡拉卡塔金大理石，还融入了纯金的金粉，这一瓶至少得5万块。这不会是北宋汝窑碗吧？存世不顾百件，价值不可估量啊！你们竟然用来喂鸡！哎呀，周院长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院长，叔叔。武夷山母树大红袍，确实比我的好。看来呀，昨天晚上小川说的都是对的。天哪！宣德青花杯，这是宣德青花杯。我长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哪个大家族有这么多的奇珍异宝，更何况还是在农村家族，简直闻所未闻呐！小川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的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的？就普通农民，听来也见过的。对，叔叔阿姨都是很朴素的农民。那你家到处都是宝贝，随便拿一个都是古董，你们这家都加起来，估计都超过10几个亿了吧？何止啊！刚进门我就看到，那是航空级的不锈钢，有价无市，非权贵之家不可能有渠道买到。难怪我觉得这光泽度和普通的钢门不一样。小川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心慌啊？我现在已经怀疑我爸妈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小伙子，你给我说实话，家里的宝贝哪儿来的？有的是我爸在古玩市场淘的，还有的就是收废品便宜收过来了。收废品都能收到国宝，叔叔这是什么运气啊？我可不信，这呀肯定都是假的。你们看看这小院破破烂烂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奇珍异宝啊？更何况，要是你们家真这么有钱，干嘛非要住在这穷乡僻壤啊？你们肯定都在演戏，你找的演员对不对？我跟这小伙子素不相识，我骗你干嘛？你找的这什么院长啊？是不是江湖骗子啊？说不定他俩是串通好的。这周院长是国宝书画院的副院长，常年在世界各地鉴宝，他怎么可能是骗子？再说了，他和小川并不认识。小伙子，你家这些宝贝，随便一件拿出来都是国宝级的，连首富家都没有这个实力。你家还有其他什么宝贝？全拿出来，我免费帮你鉴宝。小川，周院长可不会轻易出手啊！你家里还有什么古董字画拿出来，让周院长长长眼。老物件哦，我爸房间里还有些字画，要不然拿出来给您看看。文玩字画，快，全拿来！好。这些都是沈六树临摹的，应该不值钱吧？唐代孤本《五牛图》，
齐白石的虾，张大千的桃源土，这个更好啊！哎呀，院长，周院长，这都是真品呐！不会吧？小伙子，我出300亿，把这些全卖给我，可以吗？300亿！这些都是我爸捡来的，能卖这么多钱吗？只要你答应出手，3天不1天，我就能联系全球前100之内的富豪进行竞价拍卖。你得到的远不只是300亿呀！我得考虑考虑。哎呦，小川，一堆破烂卖300亿，你还考虑什么？哎，周院长，卖，都卖！这院子的东西啊，全卖了。妈，这是小川家的东西，你让人家自己做主。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小川，你爸还捡了什么好东西？拿出来呀，说不定能卖500亿呀！这彩绘多好！老爷，你打我一下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这么多藏品，都快赶上一个市的博物院了。没做梦啊，这都是真的。1000万、3000万、5000万，这么多宝贝！哎呀，这是传世玉玺啊！小伙子，除了这个玉玺，我出800亿，这里的我全部都要。有了钱，就能让爸爸妈妈和爷爷去城里过好日子了。好，卖！我现在就联系买家。发财了，发财了呀，老公！800亿啊，再加上张家欠他的100亿，这沈家一夜就成了豪门了呀！再加上他沈川又比那张凯瑞好拿捏，这门亲事呀，能定。你别老是往钱眼里钻呐！这有了钱，气质都不一样了，真是越看越顺眼。妈，胡说什么呢？哎，小川啊，你爸运气真好啊！别人是捡破烂，他呀是捡国宝。哎，你看，要不然等他俩回来，咱们就商量商量这个彩礼的事儿。这个张家呢要给我们300亿，你看我也不为难你啊，就拿200亿出来，那个当彩礼怎么样？200亿，这我们村娶媳妇儿也就几十万啊！你看，你们家这马上就发达了，区200亿算什么呀？没想到叶家这么势利眼啊！老公，我看这门亲事还是算了吧。先别急，至少听兰是个好孩子。进去以后先别暴露身份，等到合适的机会再说。走。爷爷、爸妈，你们回来了，天兰父母也来了，等了好久呢。家父身体有点不适，去镇上开了点药，没赶上公交车，所以啊就耽误了。没事，小川把我们照顾得很好。天兰呀，又美丽又大方，我们小川能找到这么好的女朋友，真是我们家的福分。哎，小川，倒茶去啊！阿姨，自家种的。别嫌弃啊！这就是武夷山母树大红袍啊，我绝对没有唱错。啥？母树？父树？这就是后边的我们山上自己种的。你好，我是国宝研究院的周晨。请问这些文物珍宝是哪里来的？啥？文物珍宝？不，你弄错了。这些啊都是我路边捡回来的，还有文物市场几十块钱淘的。哎，周院长，你是说我淘到宝了？那有证书吗？证书？
小川，我这大字不识几个，你去帮专家到屋里找找，咱家有证书吗？没有，真没有。没有证书，那这些东西要么是来路不明，要么都是假货。要么是来路不明，要么都是假货。妈，你怎么跟墙头草似的，说翻脸就翻脸？死丫头，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你现在别说话。这么多文物都没证书啊！我捡它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文物啊，这怎么可能有证书呢？周院长，您的意思是我老公捡的这一堆破烂，这好几百个亿呢？那我们家岂不是发财了？刚刚我听您说您要买，那您怎么支付呢？既然没有证书，那这些就是赃物。难道你们是偷来的？赃物？这些东西都是我爸淘来的、捡来的，怎么可能是赃物？那你倒是拿证书来证明这些不是赃物啊！哎呦，我就说不来的，烦死了！你看看现在还摊上事儿了。小祖宗，你少说两句啊！证书肯定是没有。小川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啊？现在正是考验小川能力的时候。我爸妈他们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村人，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偷鸡摸狗的事情。这些东西，他们都是从合法的渠道得来的，不是赃物，更不怕调查。那我只能上报领导，这些全部没收。无凭无据的，你凭什么没收小春家的东西？叶听兰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信不信你再掺和，我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报警告他们！妈，我相信叔叔阿姨，我也相信小川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和他们共进退的。明明坐拥万亿资产，这偏偏隐居到这穷山沟口。你说这有钱人想法，还真让人搞不懂。爸，你确定首富大人就住在这个村？王董说的还能有假？除了沈坤，王董是离首富大人最近的那个。哎呀，那真是奇了怪了。跟我抢听兰的那个臭送外卖的也住在这个村。哎，就那户。反正时间还早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敢跟我儿子抢女人。走。你个傻丫头，这一家子都是小偷，跟他们在一起啊，迟早也完蛋呢。反正我不相信他们会违法犯罪。这些赃物都摆在这儿，这一家要么是江洋大盗，要么就是盗墓贼。你不要胡说！哦，难怪啊，这么多宝贝，干嘛要住在这么一个破烂的院子里啊？搞了半天，你们是怕漏富被抓进去吧？妈，沈川呀，沈川，我原本以为你就是爱吹点牛，原来你们一家子都是盗墓贼，这掘人家祖坟可是要遭天谴的呀！沈川呀，沈川，我原本以为你就是爱吹点牛，原来你们一家子都是盗墓贼，这掘人家祖坟可是要遭天谴的呀！张凯顺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告你诽谤！他们敢做，那还怕人说呀？天兰呀，我劝你还是清醒一点吧。空口无凭，你凭什么污蔑他们？就凭周院长的专业，我张氏集团董事长，我现在要亲自检举你们这群倒斗的盗贼，我要让你们牢底坐穿，永远出不来。你就是张胜杰。哼，儿子，我就说我们张家现在位列富豪榜，你看这个乡巴佬，哼，他都知道我的大名了。不过太不知好歹了，竟敢直呼您大名。看来沈坤汇报要取消张家参选西郊项目合作人资格是有原因的。一群土包子，你还指望他们知道什么叫阶级的差距吗？少废话，我家不欢迎你，出去！哎呦呦，心虚了，害怕了。我跟你讲啊，现在就打电话举报，把你们都抓起来。张家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活了这大半辈子，还第一次有人敢威胁沈家。哎，我说你个老不死的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我。哎，你怎么又打我？你给我等着！喂，我要举报。谁要举报啊？
谁要举报啊？嘿，沈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来给老爷子请安了。沈总，他们是一群盗墓贼，你可不要被他们纯良外表给骗了。这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儿子蠢，这当爹的也聪明不到哪儿去。哎，沈坤，我警告你不要太嚣张。那一桌子文物在那放着呢，他们又掏不出来证书。那我问你，这东西不是盗墓盗来的，那是怎么来的？我送的呗。你送的？足足800个亿的藏品，你送得起吗？我说你废话真多。哎，沈坤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不要太嚣张。如果这不是倒斗的赃物，那就是你在首富大人家里偷的。你这，我给过你机会啊，奈何你一直触碰我的底线。我说你怎么就敢？你你就是心虚了，你心虚了你。我劝你们俩说话谨慎点，别说错了话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纵观大夏世家，能够坐拥如此多财富的，只有首富沈家。难道你们是不会暴露了吧？沈首富的邻居，每天到他家去偷东西，对不对？心虚了呀，心虚了。你们这一家不是盗墓贼，那就是小偷。张凯瑞，你是不是皮又痒了？哎，你们嚣张不了几时了，我跟你说，沈坤，我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你把西郊人工湖的签约项目给我，我就在首富大人面前替你美言几句。给你啊？哎，给我张家，要不然我就去首富大人面前告状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这个脑回路真是清晰，蠢得可爱啊！好，你不识好歹是吧？哼，等着，王导，我抓住的盗窃首富大人家的盗贼，对，就在沈家村，我等你过来。4大家族人马上就到，你们完蛋了。4大家族马上就要来了，你们完蛋了。怪不得这么嚣张啊！原来是巴结上了王海，我倒要看看这王海过来能护得了你吗？等到4大家族的董事长一到，在首富大人面前告上一状，你们这帮杂碎全都得完。你他妈！哎，小川，冷静一点。哎呦，老公，咱们快走吧，别让那些小偷连累了咱们呀。老爷，厨神团队已经到村口了，是否要把这2个碍眼的东西插出去？别急，趁这个机会考验一下小川的应变能力。我说你们俩在那嘀咕什么呢？拿不出证书了，你们怎么都是一个死呀？张凯瑞，你够了！你要是再敢乱说，我还削你！等着吧你的报应也马上就到了。哼，够了，一群不着调，瞎嚷嚷什么玩意？要证书是吧？如果我孙子拿出来证书，你们该怎么办？他要是能把证书给拿出来，我就跪下给他道歉，然后再叫他一声爹。哼，我可没有你这样不孝的儿子。你，小春，跟我进屋。小春，打开。哦。证书。张凯瑞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朱院长，这些证书，张总、叶总，
这些证书全都是真的。什么？这证书也拿到手了，小子，你该兑现你的诺言，跪下来给我少爷道歉了吧？不信，我绝对不信，这些都是假的，假的！张凯瑞，你是懂自欺欺人的，你这逻辑，村头的狗听了都得摇头。反正我不信。愿赌服输，你不会输不起吧？有证书又能证明什么呀？啊，只能证明你们偷宝贝的时候把证书一块偷出来了呗。这些东西足以证明我们家的东西来源清白。你们要是再敢出言污蔑，我一定告你们诽谤。那你就去告呀！就以我们张家的财力势力，我还能怕你一个乡巴佬不成？叶家也会支持小川的。张凯顺，别太嚣张。阿姨，我和听兰的婚事还作数吧？阿姨，我和听兰的婚事还作数吧？作数，凯瑞，你知道的，阿姨一直是站在你这边的。沈川家的条件就摆在这里，这些东西都不知道是不是赃物，现在抱紧张家才是正确的选择。什么婚约？听兰，你不是小川的女朋友吗？是啊，我昨天还让沈总去你们家送聘礼呢。那些东西啊，都已经砸了。什么？妈，你就这么看不上我们沈家的聘礼吗？这原来是可以看得上的，可是从今天这情况来看呀，那些东西啊也都是赃物。对，就你们家偷来的那些东西，还让我赔100个亿呢，切，笑话！赔100亿，100块我都不赔给你们。你们还真是无耻！你说对了，我就无耻，我就不要脸，怎么了？你打我呀！真是年头好了，还有人炒作。小川，别冲动。阿姨，真要把你闺女嫁给这乡巴佬啊？叶听兰，快过来！妈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今天就是要和沈家共进退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嫁给张凯顺。小川，你怎么说？听兰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不会把她让给任何人。老爷，王海等人马上就到了，宴会可以开始了。是时候该公布真相了。是时候该公布真相了。公布真相？公布你们偷盗的真相？我知道了，你们是等着首富大人来了之后跪下来给人家磕头求原谅是吗？张凯顺，你别逼我抽你啊！叶听兰，你闭嘴！他们是一家子小偷，你看看，这家人现在偷了首富大人的宝贝。爸，你说句话呀！自作孽不可活，犯下错就要承担责任。听兰，听你妈的话，和我们一起回家。我不。听兰，他不过就是你找来假扮的男朋友，你们俩就是个契约关系，你还真打算嫁给他呀？契约？假男友？我不是一个随便的男人啊。哎呀，小哥哥，你帮人帮到底嘛？你这样，我给你1万块钱，你扮演我男朋友。那作为交换，你能不能先假扮我女朋友陪我回家？夜来电。这是听兰逃婚那天我从酒店拷过来的监控录像，这条监控足以证明，他就是听兰找过来假扮的男朋友。女儿，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川，你来解释。没错，我是听兰临时找过来的假男友。作为交换，他答应陪我回家过中秋，应付你们。但是叔叔阿姨，我是真的喜欢小川的，我愿意嫁给他。听兰，我们家条件不好，你真的愿意嫁过来？我看上的是小川这个人，就算是吃一辈子的苦，我也愿意跟着他。哎呦，叶听兰，你傻呀你！叶听兰，你上赶着当贱人！你他妈！莽夫，你就是个莽夫！你要是再敢满嘴喷粪，我把你的牙一颗一颗打出来，然后塞到你的嘴里。下次让你吃的就不是拳头了，而是刀子。你打我也就算了，你现在还敢威胁我？
儿子，别急别急，我们请的首富大人马上到了，让首富大人收拾他。对，等首富大人来了，知道你们偷了他们的宝贝，肯定会弄死你们的。好啊，我就等着你们的首富大人来弄死我。我看你们张家的路也是走到头喽。沈坤，你少在这给我大放厥词，你的好日子也马上到头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帮着这帮江洋大盗窃取首富大人家的宝贝，你还给他做假证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等一会儿王董带首富大人过来，我看你怎么狡辩。首富大人不会来了。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还敢诅咒首富大人。我说你呀，你这个脑回路，这首富大人就在眼前。坤叔，你说我爸是大夏首富？坤叔，你说我爸是大夏首富，那我是首富的儿子？不是，坤叔，这一点也不好笑。老爷，你看他怎么还不信？儿子，对不起，我隐瞒了你26年。沈家祖训，艰苦奋斗要从娃娃抓起，每任沈家家主在成婚前都要经历苦难教育。所以你真的是大夏的首富，我真的是首富的儿子。小川，现如今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你们俩的感情也经受住了我们的考验，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公布你的身份，并向大家宣布你们俩的婚事。你敲我一下试试，我怎么感觉跟做梦似的呢？我也感觉很不真实啊！完了完了，沈川竟然是首富儿子！哎呀，我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信了吧？我不信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啊！你呀，不仅偷首富大人的宝贝，还敢偷首富大人的身份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谁管你信不信？王总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拜见沈爷！拜见沈爷！拜见沈爷！王总，你怎么给这个乡巴佬行礼呢？是啊，王董，他们不仅偷首富大人家的东西，还敢冒充首富大人。是，乡巴佬冒充啊！不！蠢货！王总，打我们干什么呀？王海，听说你是他们的后台啊？沈爷误会了，王某不过是可怜他们2个人，才告知今日中秋宴一事，没想到这2个蠢货居然敢在你面前放肆，扰了你的清静。何止是扰了我的清静啊，他们简直是想把我们直接灭了，送进监狱啊！蠢货！你们敢对沈爷不敬，得罪沈家，你们张家必灭！王总，他真的是首富大人吗？当然！爸，咱张家完了！饶命！沈爷饶命！沈爷，求求爷放过张家！求沈爷放过张家！沈爷，聒噪！小川，把爷爷请进来。摆宴！摆宴！摆宴！恭迎沈爷，恭迎少爷，恭迎沈爷，恭迎少爷。王氏集团10%股份，价值10亿，献给少爷。元代青花瓷，献给少爷。天然翡翠矿山一件，献给少爷。英国皇家钻石，献给少爷。这王氏集团10%的股份，价值10亿，献给少爷。老公，这么多东西，得多少钱啊？
元旦青花瓷献给少爷。你别再钻钱眼里了。是啊，老公。哎呦，我刚才还说要取消婚约。哎呦，小川，他不会生气吧？一会儿啊，去道歉的时候要真诚点，别再乱说话了。我一会儿一定好好道歉，祈求他们的原谅。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是的，儿子。今后沈家集团就交给你了。来，跟大家说两句。那个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好。哎呀，少爷真是好，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对了，在宴会开始之前，还有一件事要处理一下。来，把他们俩带上来，交给你。这少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你放盛家一条生路吧。对，少爷。哦不，爹，你是我亲爹。就亲爹了。您就饶儿子一命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你刚刚是怎么骂我爷爷？怎么骂听兰来着？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实在对不起。你刚刚不是很嚣张？不是扬言要弄死我吗？这开玩笑的，我那个都是玩笑话。这个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不能取消合约呀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啊！坤叔，我刚刚当上豪门少爷，也不知道短剧里那些几分钟收购一个集团的能不能实现。少爷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都是你的。好，3分钟收购张氏集团。大哥，不行啊，不能这么做呀，不能这么做呀！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去骚扰听兰了，您就饶了我们吧。那就让叔叔伯伯们做决定吧。叔伯们、婶子们，他们两个羞辱我、嫌弃我，你们能原谅他们吗？不能！各位，求求你们了，帮我们说说好话，饶我们一命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呀！小畜生，都是因为你撕了我珍藏多年的兰亭曲。我赔，我全都赔。我赔，我全都赔。哼！不行啊，我考虑许久，还是不能放过你们。哎呀，少爷，你就饶了我们张家吧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。坤叔，3分钟内怎么收购张氏集团？少爷，你不如喊一声试试呗。3分钟内，我要张氏集团破产！不要打电话！好，宣布下去，取消和张家的一切合作，封杀张家！别呀！张总，张氏集团破产了！破产了！爸！把那2个人带下去。别动！沈川，你要是不放过我郑家，我就弄死他！苏坤，妈，小川，你救救阿姨吧！阿姨不想死，阿姨不想死啊！阿姨不想死！张凯瑞，你别一错再错。反正我张家都已经完了，我又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能放过我张家，我就留他一命；要不然，我们俩就同归于尽。苏芬，你没事吧？妈，
你没事吧，苏菲？阿姨，你没事吧？小川，阿姨，妈妈，你原谅阿姨好不好？阿姨知道错了。你要是不肯原谅我，那我就撞墙，以死谢罪。阿姨，你再怎么入去，你也是听兰的妈妈，我未来的丈母娘，我自然会原谅你啊。小川原谅你了。可是小川，那他们给这个听兰卡里打的，到底是1万1，还是1万亿呀？哎呀，咋还这么贪财呀？两个孩子呀，以后感情好，日子过得幸福，比啥都好。阿姨再也不这样了。是1万亿了，我们对听兰很满意。你看人家亲家多大方。听兰，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。